我们今天说杨兰兰啊，进入主题，杨兰兰是谁啊？全网第一个，我的教友爆料看了杨兰兰的护照了，操！大家怎么谢我操！为什么啊？就是他让我隐去名字，所以我就把这个东西全部都隐去啊，用我自己的语言告诉大家几个大事儿。第一，那房子杨兰兰那个房子啊，那个顶层豪宅公寓是租的，不是买的，全网没有人说过，这是第一啊，是租的房子啊，不是买的啊，你搞错了啊，不是买的啊，操！现在解决了大家所有的问题了吧？好多人就觉得很奇怪啊，如果要是有这么多钱的人，怎么会在那个地方住呢？那个地方它不是一个特别有钱的人住的地方啊，是有钱人不假，但是他是个普通有钱人，每个省都能找出20个那样的有钱人来，就是中国啊，30个省，也就是中国民间都能找出100个这样的有钱人。每个上市公司老板都能在那儿养一房或者弄一私生女啊，我没去过悉尼，但是我还不知道房地产嘛，悉尼跟澳洲跟美加也没有太大的差距啊。他那地方是有钱人，但是他也不是特有钱。真正的有钱人谁住那个地方啊？真正的有钱人，你看刘强东住哪儿？你看远平住哪儿？对不对？你那都在悉尼啊，你看人家住哪儿啊？那怎么可能是顶层公寓呢？啊，所以这个看到了他的护照啊，我们来看看能讲的部分啊。教主，我在这边遇到了啊杨兰兰的房东啊，就是他那个房子的租房的房东。这个房东本人呢，他在澳洲的房子紧挨着刘强东家，那是真有钱啊！刘强东家，我告诉你，所有的有钱人都住大地豪宅，没有跟大家住 apartment 的啊。所以这个房东家呢是挨着刘强东啊。房东呢在澳洲，房东是个女的啊。房东在澳洲呢，那华人啊，在澳洲呢，悉尼呢投了好多高端的房子用于出租，其中有一个租客就叫杨兰兰啊，就是这个杨兰兰。房东家挨着刘强东家界边隔壁啊，但是他那个房子没租啊，他自己住那儿。兰字儿不是网上常见的2个点3个横兰是杨兰的兰啊。手机护照照片给他看了，这个护照是中国护照啊，不是澳洲护照，他是用中国护照的。手机的照片和手机的身份显示啊，内蒙古。护照颁发地内蒙古，户籍也就是内蒙古啊，内蒙人。杨兰兰不是那个兰，不是兰花的兰。那么所以呢，这不是特别有钱的大领导的孩子啊，应该是内蒙的什么矿老板呐，什么管矿的这些省领导啊，大市的主要领导啊，这种人的孩子啊，没有那么悬啊。这个就是咱们就是辟谣了，反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你也可以说我是共产党派来给习近平家洗地的，但是大家都知道，我跟习总书记之间啊，我是不可能给他洗地的啊。但是呢，咱们讲究的是逻辑推演啊，事实分析，咱不能什么看到这东西还胡说八道的啊。所以，那么房东是什么情况呢？啊，房东是个女士啊，她的老公啊是个白人，是卡梅隆佩斯集团啊亚太总裁啊，住在悉尼。消息绝对属实啊，爆料了，所以大家就知道了，这是朝阳群众给我的爆料。那么解释几个问题啊，房东知道这些问题，给大家解释。第一，保释金没有7000万澳元啊，扯鸡巴蛋啊！保释金是7000万澳元这一说纯属子虚乌有，没这回事儿啊！保释金很低，甚至可能是0啊，因为澳洲的这种交通事故的保释金不会太高，不可能是7000万澳元，应该是很低的，普通人能够承受的数字。所以呢，这个保释金7000万澳元这个来源啊，那纯属摇滚啊！这个也是解释了我的一直以来的疑问，因为我虽然不是澳洲人，但是整个的五眼联盟它的法律都差不多，怎么可能一个普通的交通肇事事故会有7000万澳元的保释金呢？这是不合常理的，就是无法解释的，没有这个数啊！你没有这个数，杀人犯的保释金都没有7000万澳元，何况是交通事故啊！所以
啊，这种投喂的信，哎，这鸡巴蛋！我告诉你，我有自己的判断，你爱信不信，不信拉鸡巴倒啊！你要是愿意信那个轮系姚梅的话，那你就跟着走吧。我操，那你看，你还真把杨兰兰救了啊！你给他贴到最高领导人家里了，我跟你们讲啊，最高领导人家里边不会住那儿的，就这么简单啊！7000万保释金这个事儿是个扯淡的事儿啊，而且呢。我查了，属实，悉尼警察局官方辟谣，保释金是0。我操，保释金没有，那么哪来的7000万？我不知道这是谁搞出来的7000万啊！对于澳洲的这种司法体系的了解几乎是0。第二点就是所谓身价2700亿澳元这一说法啊，纯属扯淡啊！2700万澳元，2700亿澳元啊，相当于大概1.3万亿人民币。这是什么的？一个杨兰兰口袋里装了1.3万亿人民币。你要是信这个说法，你不要当我的观众了啊！你不要当我观众，因为这是扯淡，你知道吧？因为整个澳大利亚的 GDP 才有多少啊？2700亿澳元，你玩过钱吗？你这都属于皇帝耕田用金锄头的意淫呐，是没有可能的。2700亿澳元是没有办法存入澳洲银行的，没有办法。因为澳洲银行撑不住2700亿澳元，任何一个澳洲银行你往里存2700亿澳元，把澳洲银行系统给搞崩了。所以澳洲的杨兰兰有2700亿澳元这个事儿是扯淡啊，大外宣无疑，快鸡巴滚吧啊！我是大外宣，你鸡巴大内宣，你赶紧走吧啊！别鸡巴扯淡啊！所以这个事儿呢，我跟你们讲的就是事实啊，1.27万什么1.3万亿人民币，你们查查这个数从哪儿来的？不可能啊！我不是说杨兰兰是什么好人，杨兰兰不一定是好人，但是啊，几乎杨兰山可以说一定不是好人，但是你不能说他有1.27万人民币这样侮辱我们智商的话啊！我没有说过他有1.27万人民币，我从来没有说过杨兰兰有2700亿澳元，那扯鸡巴蛋的事儿。为什么？因为即使是江志成，也只有大概5000亿美元的身家。杨兰兰算个啥？她一个小女孩有2700亿澳元，那也就是说她是半个江志成。那你这不可能啊！那除非是老习家呀！操，谁家能有他妈2700亿澳元？除了习家，我估计没有任何人在这个10年中能够攒出这么多钱，放到这么一个外围的这样一个白手套里边去，那不可能的啊！所以这个数，我不知道这个数是谁第一个喊出来的，但是谣言无疑啊。第三个，也就是说涉及到啊，我原来一直的怀疑就是。悉尼的顶层豪宅啊，住在那里边有2辆库里南加一个保镖，这就是杨兰兰，还有浑身名牌。那个房子大概其的价值是500万澳元到1000万澳元，这个数啊错不了啊。那个房子大概就是1000万澳元以里，就这个价。我问你，有2700亿澳元的人会住在一个1000万澳元的公寓里吗？你们知道公寓是什么？你们知道公寓是什么？公寓无论它顶层还是底层，无论它是一梯一户还是一梯两户，无论它是pan house还是怎么着牛逼，第一，它是有公共出入口的；第二，它是有公共电梯的；第三，它是有公共游泳池、公共会客室、公共 party room 的。也就是说，如果这个人真的是谁家的白手套，他住在这个地方，他简直是把自己的安全太不当回事了。如果想干他，只要在同一个公寓里面买套房子或者租一套房子，那就分分钟能接近他，那并不难了，那就非常容易了。我操！所以你要是这个2700亿澳元的得主，你会住在这个地方吗？你看看真正的加拿大也好，美国也好。澳洲也好，真正的富豪，咱们不就说2700亿，咱们太多了啊，咱就说27亿的人，你看谁住公寓？他有可能买下这一栋公寓自己住，那有可能。我操，这公寓我都买了，我有个性，或者这5星级酒店我太喜欢了，我把这5星级酒店买了，我太喜欢这个高尔夫球场了，我把这个球场买了，这是有可能的。你要说他在里边跟你们晒跟你们分享，
啊！你妈别鸡巴扯淡了啊！所以这个事儿啊，我不知道是哪一个媒体先鸡巴扯淡的，我操，就是越传越悬。好了，现在啊，从我这频道给大家辟谣，这个人最大的可能是个暴发户啊，最大的可能绝不是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孩子。啊，虽然我对某主要领导人充满了意见，但是我觉得我们不能因为他妈的流量而侮辱我们的智商啊！确实是，因为这种炫富、浑身名牌，这不像红三代的表现啊。我们身边也有，大家都认识很多经商的红三代啊，真正的红三代啊，红二代、红三代、红四代反而低调，很低调啊。所以那种什么妈鸡巴的浑身都是名牌，没有 logo 啊，就不能穿出去的人。往往是暴发户啊，不是什么红三代、红四代。红三代、红四代的家教都是很严的啊，没有这种没家教的孩子啊。所以这个事儿，老郭不是住的公寓吗？哎，这个问题问得好啊！老郭是不是暴发户？老郭是不是有2700亿？回答我，你这不就得了？你自己知道答案了。我再给你重复一遍，没有那么多钱的暴发户才住在那地方，你这懂吧？啊！当然啊，纽约中央公园还有一个房子，里边住着一个公主啊，公举啊，那个是真的公举啊，那个是个公寓，那这个是例外，这个是例外，这个我得承认啊，这个5000万美元的一个公寓，在某个公举的名下啊，公举还在网上PO过啊，这个是他妈的，我操，这个鸡巴的，这个打我脸了，我操，这打我脸了，这个。当时我看到之后，当时我就骂了，然后就给我拉黑了。我说这鸡巴也不像个公举的样子呀！他妈公举第一，这算个屁呀！这也值得炫？国家都是你的，这有什么值得炫的？一个他妈曼哈顿公园的一个公寓，那都是个体户、暴发户炫的，你炫什么玩意儿啊？紫禁城都是你的，想要的话，白宫一个角都可以分给你。这个你这去炫什么？没办法，他们家就这样啊！操啊！就是跟彭丽媛、唐宁，你别说这个呀，就是我跟你说的，就是他家除外，他家 really 暴发户，我操！我说那个公举就他家人，那公举啊，那就是大公啊，我操！那就我跟你讲，杨兰兰真是内蒙的，她护照是内蒙啊，护照内蒙，所以这他妈好奇怪啊，我操，这好奇怪，真的就是。我们也认识不少所谓的这个啊前常委啊，或者什么红三代啊，都非常低调啊。像他们家那样浑身名牌，我操，那种暴发户，感觉头一份啊，真没见过世面，真没见过世面。他们家那个之前，因为他们压缩的弹簧，压缩太猛。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真正要选择国家的接班人啊，真的不能从这个。被打倒过的人身上选啊，因为被打倒了以后，他们家像个弹簧一样压，忒饿了，换句话，那个饿那个就跟那个跳蚤一样，他妈饿的肚子都贴上了，可家伙那吸到血管上，那这第一撑爆为止，第二他不下来，那不下来没够，我谁没说啊？我谁没说啊？我说的是公举，我没指名点姓啊，你们不要给我弄那个人名啊！保镖我不知道，保镖我不知道，保镖好像水平也一般吧，不就是一个武警吗？那个不是很高的啊。对，我觉得也是，我觉得是煤老板家的可能性最大啊，所以他不是特别有实力的人啊，应该不是。啊，什么有实力的人会租房子吗？就太简单了。真正有实力2700亿，你告诉我他租一个顶层公寓，我操，我都笑了。租了个顶层公寓，自己开库里南，喝完酒自己开库里南。那么有钱的人自己开，他平时他自己开车，我操，他没有司机。你告诉我他有2700亿，大哥，我操，你能不要羞辱我好吗？啊，好嘞，你是在给人家洗白？没有，我没洗白，我就说这里边有逻辑不通的地方。这里边我不是给谁洗白，这里边有逻辑不通，你们不承认逻辑吗？如果你们不承认逻辑，不要耽误观众啊！这里边有逻辑不通的地方。哎，有点傻逼，这个博士那个博士的，整天跟我抬杠，看不见那个逻辑不通的地方，就他妈使劲在那死磕，操！逻辑不通，明白吗？找一个点就知道他逻辑不通，这就是你们不行的地方。2700亿澳元的人带一个保镖，2700亿澳元的人自己租个房子。
租顶层啊，就算是买的1000万澳元房子，你这还逻辑不通嘛？操，你根本就没有逻辑啊，这扯鸡巴蛋嘛，那是。那真是2700亿澳元的身家的话，真是老习家的话，他怎么可能住在那儿呢？你们真有意思，我操，这屁股想也知道呀。对呀，那你也只能想他大概其的身份，你顺能顺着，他肯定不是谁的孩子，他肯定不是啊。好了，一个库里南再要说有几个钱，说太对了，对吧？贫穷限制你们想象力，你们就是一帮傻逼。就什么傻逼呢？就是皇上家耕田是用金锄头的，王家那个娘娘炒菜是用银铲子的，这起码娘娘能炒菜吗？皇上能耕地吗？你这他妈的是傻逼吗？操，那么2700亿是什么概念？脑子有点数吗？不要2727亿澳元的人就没有人自己开库里南的，这第一。第二，没有人去住公寓顶层的，就是我操，就告诉你你不要跟我抬杠啊，不要跟我抬杠。抬杠就是你傻逼，就这么简单啊！你说老王，我有2700亿，我就喜欢自己开库里南，我操，那好吧，我操，我他妈有朝一日我富了以后，我点煎饼果子，我点2套全餐，我自己吃一套，我扔一套。哎，你就是这种性格，好了，解释一下国内为什么要打压热度，这个问题问得好，正是因为这些人在谣言的过程中，非得往老习家贴，反而打压热度了。你看这个事儿，那因为他不是他家的呀，操，那你这个任由这个吵，这不真成他家人了吗？我猜是这样的啊，就等于是你是在帮助老习，你要是不这么吵，反而有可能把杨兰兰给弄出来了。你比如说这种爆料的人，他们身边有很多人知道杨兰兰是谁啊。如果要是不是往老习家弄得这么高政治高度，只是保留在一个所谓的比如说一个民间的这种传言上，可能他的护照早就贴出来了啊。他护照一贴出来，那国内的任何一个公安机关都可以把他身份查个底儿掉，所以反而是不敢查了。你往老习家弄了，那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谁弄这事儿啊？这是有可能的。好了，咱们说完了啊，就这么简单。翟山鹰老和你唱反调，那必须的，他不跟我唱反调，他哪有他的人生价值啊？好了，然后我们今天说说器官移植的事儿啊。今天又有一个网友爆料啊，做干细胞移植的啊。柬埔寨不是有一个生命科技园嘛？柬埔寨生命科技园啊。我操，你一点都没听错啊！柬埔寨还有生命科技园，这不是开玩笑吗？柬埔寨有他妈什么生命科技园呢？然后还真有，还有照片，我操，还有这个真的是一个高科技园区啊！柬埔寨生命科技园啊，照片发过来，然后里边实验室发过来，干细胞移植还就是里边的主要内容，干细胞移植啊，干细胞科技。这公司呢在深圳啊，就是柬埔寨生命科技园的这个 running 的这个公司在深圳，这个头呢叫 Tony。啊 ，Tony， Tony 李啊，还是 Tony 刘啊？这就是这么一个留美的，从美国回去的这么一个生命学博士。他呢，是深圳的什么高级引进人才，就是干细胞移植方面的。他这个公司呢，在深圳呢是一个重点的什么高科技企业，这个叫中美赛尔，这个公司叫美国呢中美赛尔，就是赛亚人的赛。尔虞我诈的尔，中美赛尔，中美赛尔现在在网上都能查到他们网站。中美赛尔呢，就是柬埔寨生命科技园的这样一个主要公司。哎，那当然你可以跟我继续抬杠，你说那就当然这高科技公司当然正常了，这属于你不要跟着轮系走，你不要阴谋论。那我问你，我只问你一个逻辑问题啊，如果这个公司在上海或者在浙江啊，或者在深圳，我都能理解。请大家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他在柬埔寨弄个生命科技园？为什么？是税务低吗？还是人才多呀？还是原料取得方便呀？它总有一个原因吧，对不对？这种生物高科技，你要说政府扶持力度啊，税务减免力度，柬埔寨能超过中国吗？所以他为什么在柬埔寨弄个生命科技园？实验室放在柬埔寨，生产基地放在柬埔寨，请大家给我解释。我不是轮媒啊，我也不懂啊，就是我就看到这个东西，我觉得很奇怪。
因为柬埔寨和这个它不应该，它就是关公和秦琼的关系啊。关公不能战秦琼，他妈的秦琼他是唐朝的李世民吧？秦琼我想想不是，李世民是跟谁混的啊？就是啊，瓦岗寨。关公是汉朝的，他跟刘备混的。那关公为什么这么把自己的赤兔马卖给了秦琼？那给我解释一下，我操！我不懂啊，我也不是法轮功，我操！那你们给我解释一下，关公的马怎么到了秦琼的屁股底下去了？啊，深圳的这个中美塞尔怎么跑他妈柬埔寨做了这个生命高科技园？我是想不明白啊！柬埔寨没有法律约束，好吧？我不知道为什么啊，那你们自己想去吧。柬埔寨离哪儿近？你想想啊，那你缅甸、柬埔寨、泰国啊，金三角、老挝那都在一起，所以这个，哎，怎么讲呢？这个现在这些名演员呀，什么这些名人啊，越来越年轻啊，这玩意儿这细思极恐啊。反正，你也可以说是我他妈的阴谋论了，但是我是觉得不会那么快的年轻。大家看到我这肉眼可见的在衰老啊！我这2年，哪能半年以前还他妈的满脸都是褶子，下个车都得左边一个人右边一个人搀着胳膊肘才能颤颤巍巍下了车的人，就上庐山去了，怎么可能呢？这他妈的你看过《西游记》吗？啊，83版的杨洁老师拍的那《西游记》，一个老太太，白发苍苍啊，颤抖，2个妙龄少女啊，妖精带一碗血啊，一碗红红的，就像豆浆一样鲜红的，那个童子啊，童男童女呢，说娘娘您快喝了吧，娘娘接过来，等啊，这是原镜头啊，然后你就看那个白头哗就黑了，然后那脸上那褶哗就没了，我操！再把碗这样喝完了之后，把碗往下一拿，一个25岁小少妇的脸。我操！吴承恩诚不起我啊！我操！吴承恩原来是穿越，看到了未来，那不就是童男童女的血吗？喝完了，年轻了，妈的！然后呢，我们看我们的教友怎么反应啊？教主今天和师傅喝酒啊，大家知道啊，他说师傅的一般都是警察啊。今天所以他什么职业我们就不猜了。今天和师傅喝酒，讨论为什么大家都烦啊，讨厌器官捐赠的事儿。师傅说。很多人，尤其是老百姓啊，一个感冒都舍不得去医院花钱，换个肾、生个大病，基本上得倾家荡产卖房子，可能还凑不够钱，哪有钱去做什么器官移植、返老还童啊？鼓励穷人去器官移植，你当老百姓是傻逼吗？有钱人谁会去捐献器官呢？都恨不得直接搁穷人身上的，而大部分人又都是穷人。你说这个社会谁不讨厌器官移植？从玄学上来说，你的器官就是你灵魂的一部分啊，就是你身体是你灵魂的一部分。为啥有的人器官移植以后性格大变啊？别说器官，就是给你换个年轻人的血液，你都可能鸡巴硬的次数比以前要多。古人为什么要看重啊死要有全尸呢？为什么对于犯人罪大恶极的要凌迟处死、五马分尸呢？不只是消灭人的肉体，更是要损坏他的灵魂。为啥有句古话叫做寿终正寝啊？一个人移植了其他人的器官，可能自己在阳间获得了延寿，但是你损失的是捐赠人的灵魂啊！这就和《西游记》里边的妖魔鬼怪是一样的。说白了，用现代年轻人的说法就是邪修，这就是等于是电脑病毒。用大老王您的思维说，这个意思就是占用世界的系统内存，你是个病毒一样的东西啊！你延长了你自己的时间，但你造成的是系统的紊乱，因为每个人的循环次数都是有数的。你这么一搞啊，那么被捐献的人、被侵害的人，他的时间轴就会出现缩短和混乱，整个系统节奏乱了不说，还多了你这个 bug， 最后会怎么样？最后会导致电脑卡死、系统杀毒，最后导致世界重启。哎，我觉得说的很好啊，这小警察说的非常好，就是你这个
举头三尺有神明，虽然你自己是又跳又跳的，你是好像是延寿了，但是你把整个世界弄乱了。那你是他妈的逃过了一劫，但是整个人类要背你的共业的。你把造物主给惹急了之后，一个 reset 键，你跟恐龙是一样的，你跟索多玛和俄摩多都是一样的。我都怀疑你是不是那个跳来跳去，我都怀疑你知不知道索多玛和俄摩多，你妈没念过书都，我操！索多玛和俄摩多在圣经旧约上记载，啊，就是整城的人，上帝给他 reset， 那个描述特别像掉下来了个氢弹，啊，整个的城市化为乌有，成为一个火柱，啊，整个城市全死了，无非不分男女老少，不分任何生命，全死了，老鼠都存不下来。两个城市，一个叫索多玛，一个叫俄摩多，直到今天啊，这两个城市的遗址还在差不多今天新月谷地，就是土耳其阿富汗一带啊，大家能找到。好了，再见啊，再见。